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魏潇陷在柔软的豹纹装饰的大床上，意识逐渐沉入了一片虚幻而灼热的梦境。梦里的场景回到了多年前，在老城区的某个盛夏，他还不是现在这个心狠手辣的活阎王，只是一个青涩、冲动、眼神还清澈的少年，一个普通的高中生。他穿着白色校服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眼神飘向窗外。外面是摇曳的梧桐树影，午后的阳光从叶隙间洒下来，斑驳光影在他脸上晃动着，眼睛被晃得开始难受。他回过头，瞥见了不远处的林阮清，他手里拿着笔，低头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，侧脸清秀得像一幅雅致的素描画。林阮清总是穿得干净整洁，周身散发着一股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书卷气，喜欢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放学后，他们并肩坐在老街区的石阶上，空气里弥漫着老城区特有的花香。林阮清侧过头望着他，那双清秀的眼睛里只有他的身影，没有一丝恐惧，没有一丝疏离，只有少年独有的坦诚。陷入梦境的魏潇，他的心脏正在剧烈跳动，此刻仿佛回到了那段生命中唯一的干净的时光。他的手慢慢伸过去，带着梦境特有的温柔和谨慎，轻轻触碰林阮清的脸颊。魏潇感到一股灼热的电流从接触点蔓延至全身，他低下头，带着所有的渴望吻了下去，却在触及的前一刻，面前的人却像烟雾一样骤然消失了。梦境崩塌。别走，你别走，不。魏潇猛然从床上弹坐起来，发出一声沙哑而痛苦的低吼。环顾四周，房间内一片黑暗，只有窗外霓虹灯投射进来的微弱冷光，将他的卧室照得愈发空洞和冰冷。梦境的温暖与现实的冰冷形成巨大的反差，让他一时间分不清虚实。他大口喘息着，额头上和胸前全是黏腻的冷汗，手下床单被他紧紧攥住，揪成一团。他颤抖着抬起手摸向胸口，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如鼓点般剧烈且紊乱。他的眼中充满了痛苦、偏执和无法抑制的占有欲。林阮清，他低声反复呢喃着这个名字。林阮清，林阮清。这个名字像一个诅咒，也像一个祈求。其实从林阮清的眼神里，他已经知道答案。林阮清注定不属于自己，而现在这个残缺破碎的梦境成了他痛苦的唯一慰藉。他重新躺好，闭上眼睛，在脑海里想象他如果喜欢自己的样子，想象着他对着自己腼腆一笑，想象着自己紧紧牵着他的手，感受着他皮肤的质感，想象着一切可能在一起的细节。就这样想象着，麻醉着自己。他修长的手指紧紧扣住床单，将脑海中那份强烈的占有欲转化为身体上压抑的战栗。这种对幻想的沉溺，像麻醉剂一样暂时麻痹了他现实的剧痛，但当一切平静后，却只剩下心脏被掏空般的无尽的空虚。星期一，沈氏集团总部，刚开完董事晨会的沈之恒快步走出电梯，陈泽宇紧跟在他身后。沈之恒脚步急促，掠过办公区所有人的目光，径直走向办公室。他猛地推开门，边往里走边解开西装外套的扣子，一只手松了松领带，然后双手叉腰站在落地窗前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紧随其后进来的陈泽宇站在一侧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沈建明真是条老狐狸，文化保育方案刚过，市政府刚审批，他又提出削减预算，真是不能让人喘口气，摆明了是想在资金上卡住这个项目。沈之恒沉默了几秒，调整了一下情绪，压下心头火。沈建明的事情先放放，你刚才说魏潇最近有什么新动向？是的，据我了解，魏潇的人最近频繁接触老城区的一些大商户，承诺如果他们支持拆迁，就可以帮他们拿到比政府方案更高的补偿金，但要求他们签订一份私人委托协议。沈之恒冷笑了一声，眼中闪过一丝轻蔑。哦，协议？哼，这些把戏不值一提，这就是他们的骗术。这些协议跟废纸没区别，谣言永远是谣言，靠谣言牵动民意，迟早被现实打脸。后面项目落地，这些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。沈之恒抬手揉了揉眉心。行了，你出去吧。是的 boss。 哎，你等等。沈之恒叫住他。你把林阮清给我叫来。是的 boss。 陈泽宇快步来到林阮清办公桌旁，抬手敲了敲桌面。沈总有请。林阮清抬头。给你提个醒，沈总现在心情欠佳，你说话的时候注意点。哦，好。说着，林阮清拿着笔和本子走进沈之恒办公室。
走进去看到沈之恒已经躺在沙发上，闭着眼，眉头微蹙。林阮清站在一旁安静等待，直到沈之恒开口：如果老城区改造方案要缩减预算，哪些部分可调整？给我一份简要报告。好。林阮清边回应边低头在本子上记。办公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。林阮清停笔半晌：还有别的事吗，沈总？沈之恒依然没有睁眼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疲惫。你过来。林阮清走近，帮我按按太阳穴。哦。林阮清迈步来到沙发一侧半跪，放下本子笔。沈之恒长舒一口气，闭着眼享受着这片刻的放松。这个力度可以吗，沈总？再重一点。林阮清就这么按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大拇指开始酸，力度开始变弱。沈之恒缓缓睁开眼，再重一点。说完，他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林阮清。林阮清被他看得心底发毛。你这2天怎么样？饺子馆的事情一步一步地进行着，很顺利，没什么特别的问题。我不是问你这个。沈之恒的声音一顿。你身体恢复怎么样了？林阮清音量放轻。还有些不舒服。还疼？有点吧。行了，你别问了。林阮清耳尖微微发红。沈之恒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害羞了？在公司呢，别谈这事儿。什么事啊？不就……林阮清下意识地捂住了沈之恒的嘴巴。沈之恒的目光柔和下来，带着安抚的意味。好了，我错了，不逗你了，把手松开吧。林阮清刚准备收回手，沈之恒的眼神骤然变得幽暗，他猛地伸手，有力的手指扣住了林阮清的后脖颈，向下猛地一拽。林阮清微张的唇瓣直接被碾压在沈之恒的唇瓣上，他2只手下意识地撑在沈之恒头部两侧，身体被强大的力量压制。沈之恒的吻是带着侵略性的狂风骤雨，他吻带着一种要将对方彻底吞噬的疯狂。林阮清的呼吸瞬间被剥夺，大脑在缺氧中嗡嗡作响。在这样的攻势下，林阮清的所有防线瞬间瓦解，在即将窒息的边缘，却又无可自拔地回应着。他的大脑又宕机了，只剩下沈之恒灼热的呼吸和近乎疯狂的索取。林阮清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：又来啦，上班呢。